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荣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香港追求民主的朋友，你们还好吗？这个我们看到反送中事件哦。到现在1年多的这个时间哦，大家引起许多人的关心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认为我们有一个使命，一定要不断的关注香港哦。我知道当在坊间的民间电视台，他们当然也关心香港，但他们可能有收视的广告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反正我们没有包袱，我们就讲我们该讲的、想讲的必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谈一下香港到底最近如何，我们可以知道一下他们的一些近况，让香港的这个朋友或让关心香港的朋友大概也了解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哦，来帮我们谈一下香港他目前所关心、所观察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一开始就很直接就问老师，老师你有观察这1年来整个香港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变化吗？大概总体的感觉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自由的社会被慢慢关进铁幕的过程。在一句话说完就是这样。那如果仔细分的话，我们大概分成4大块吧。第一大块就是政治方面，就行政、立法、司法的变化；第二大块就是集会游行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第三呢，香港的新闻、教育跟文化的变化；第四呢，就是人民自由范围的或自由空间的变化。大家分成这么4大块。那我先谈第一大块吧，就是政府的部分。我刚刚讲到政府可以分成行政、司法跟立法3方面。我们先从行政看起。行政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原来已经在大概2年前呢，已经陆续跟大家预测，我们说，中共呢大概不会派解放军进城，但是呢，中共会用香港警察变相戒严，现在就是这样子，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比较惊讶的就是香港的第2号人物呢，除了特首之外，第2号人物呢就叫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呢，在上个月底呢，突然间被免职，然后任命新的一个司长叫李家超。李家超是什么人呢？原来的保全局的局长。那原来的这个警察的，就香港警队的一哥叫邓炳强呢，就升为这个保全局长。这在香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政务司司长呢是第2把手，他是公务员的头。过去香港的传统呢，这个大概上百年的传统呢，是让有决策经验、有行政经验的政务官出任，从来没有说由警队来出任的。警队呢，在香港的这个时候，香港是没有军队的除了解放军后来进驻之外，香港本身是没有军队的，这意味着说武官凌驾文官，而且呢，过去长久以来维持这个政治中立的政务官的系统呢，现在这个力量呢大幅减弱，所以用武官来当作2把手呢，其实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中共方面认为香港情势非常不安，所以我把武官抬到这么高呢，起到震慑的作用这个政治上第2变化。政治上第3个变化呢，就是中共不断讲说要爱国者治港，要求公务员要宣誓什么等等，就公务员反弹得很厉害。因为香港公务员呢过去素质很高，它是英国的传统，所以他们常常认为说文官我是不介入政治的。那我宣誓什么？我宣誓爱国，但现在宣誓什么呢？看起来是爱国者治港，但给人感觉就是你宣誓我效忠一个集权政权，然后你宣誓我几乎效忠一个政党。所以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那很多人就离职了，而很多是高阶的长官离职，这是行政的部分。立法的部分，原来我们跟大家预测，我们说这个香港的这立法会呢，基本会人大化，那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当时人大常委会跟香港政府呢，不就 DQ 就褫夺他们权利吗？就把4个立法会的议员的那个身份给剥夺了。就其他的10几个人呢，因为出于抗议，所以集体辞职，所以这么下，香港议会里面民主派几乎完全消失，香港议会人大化完全变成橡皮图章，这第一个变化。第2变化呢，我们上次提到，他们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办法，那他们叫做完善选举办法，修改选举办法。修改选举办法就是我先讲这个立法会的部分。
立法会的部分，第一呢，候选人的资格呢，它通过审查委员会，这审查委员会说穿了只有一个标准，政治标准，就大陆的政审。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判断说你是否忠于我共产党，或能接受我共产党。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予考虑。这个东西就是完全违背了原来的香港的这个传统，跟英国在香港所设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所以香港的政治呢大幅后退。那么这个选举办法修改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派将来不要说当选，将来参选都非常困难。所以将来在香港的选举呢，大概绝大部分是亲中派的人呢去参加，但亲中派它仍然会有斗争。简单说就是香港的土共跟北方下来这干部呢之间呢会有一个大的争斗，所以这点呢我们可以看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司法的部分。我们过去讲，我们说香港是受英国系统的法律所统治的，所以维持了100-200年呢，它运作的很不错。为什么呢？我们都说英国的法治很好，英国很多地方没有成文的法条，但民法什么的它有成文法条的。那么在成文法条跟习惯法当中，跟判例当中慢慢构成一个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呢，足以运作这个社会，运作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啊，不管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各方面，它都可以运作。所以香港我们常说是靠一个普通法所打造起来这么个法治社会。我们到香港去呢，小乐说香港人不能参政，没有直接的这种很高的参政权，没有完整的参政权，但是呢，香港有很高的这个自由空间。现在我们看见，因为司法制度受到了冲击，所以香港人自由呢受到冲击。香港是自由部分，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现在要这个讲一下司法的部分。香港的法官里面呢，有不少是外籍法官，因为香港原来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可以在普通法系的国家里面去征募法官。所以香港除了香港本地出来华人法官之外，他有从英国过来的，有澳大利亚的、加拿大跟其他国籍的，只要你是英国这种普通法系的，然后你有这种相当背景，你去应征或应试什么的，你最后可被接受的。好，那所以香港的这个不管是各级法院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外籍法官，在这1年下来，很多外籍法官纷纷离职。为什么？他说，你们这种基本法跟我的法律理念完全不能结合，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东西不叫做法律，所以纷纷离职，离职非常多的第一个。第二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法律制度呢，我们常讲说是英国的法系。那虽然它那个没有宪法，但是它在平常的这些法律运作当中，我们刚刚讲说有很多规矩呢是很细密的。但是中共的法律观念，我们一直讲说它非常落后，它仍然处从我们常常开玩笑的宋朝、明朝时代。那个时候的法律观念，简单说呢，跟现在呢差距非常大。为什么呢？这100-200年来，西方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社会变得非常多元、非常复杂，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啊，跟纠葛。那法律就是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跟纠葛的这利益当中呢，给出一条清主路出来。这条清主路什么意思呢？让大家都不能得到所有的东西，但让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公平机会去争取他要争取的东西。所以法律是要做这件事情。中共的法律不是这样。中共法律第一是保护党，第二保护这个国家，第三呢保护干部。然后第四呢，保护党员，再来才看到其他人，所以法律本身根本没有清楚概念。所以这个基本法里面了，这个国安法里面，它有不受司法复核、不准保释，然后闭门审讯，没有陪审团，这些东西呢，都违背了英国的普通法的基本概念。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了，黎智英就没有得到保释，他虽然申请了，也符合标准了，但没有得到保释。另外被关押了几十名民主派人士也没得到保释，所以这些外籍法官离职啦，然后什么等等，就造成了这个香港司法系统的大混乱，而香港司法系统的下滑，就导致了人民生活空间的下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因为
司法，像老师刚刚提到了，我自己印象很深刻，香港的确过往在做所谓的司法的这一块，特别陪审团这些制度。甚至是台湾很多团体都会去参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部分。就像老师讲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在关心国会的监督哦，曾经也到英国国会去参访，他们真的很骄傲。他说，因为我们过往对于法治的这些经验，老师讲的法规跟经验的习惯累积，他们说我们可以让所有的流氓来到这边殿堂都会变绅士。那我们笑一笑说，台湾的状况是所有的绅士进来都会变流氓，但我觉得香港现在更惨，这个我觉得是。一群流氓进来，可能变恶霸，就是说整个司法崩溃。老师，你刚刚谈到行政立法这些变化，老实讲很吓人呢。过去累积的这么棒的地方，上百年的东方明珠，现在怎么办呢？看起来完全都被改变了。那这个产生的影响，我想应该是会非常大的部分吧。这第一块了，我想我们就顺着刚刚前面我分了4大块。第二块，其实我看到的变化是集会游行的部分。当然，大家今年第一看到就是6·4集会，这个被禁止了；第二7·1游行呢被禁止了。那大家再回头想一下，6·4集会从哪一年开始？6·4事件爆发于1989年，1990年香港就开始6·4集会，所以换说到现在呢，30几年的一个传统。大家常讲说，如果中国大陆不民主化，6·4的这游行就不会停止，现在停止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至少把香港这6·4集会停下了，这第一点。第二点，7·1大游行，为什么7·1大游行呢？97之后呢，香港不是回归大陆吗？是香港人基于说我爱护香港，就开始出来7·1游行。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倒不说这集会游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在一个比较公正的民主法治社会里面，我们讲的是人民的公民权的一部分。什么叫公民权呢？就公民生活在这社会里面，虽然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统治，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执政党的这个管制，但是呢，公民有他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怎么表达我自己。那么我们比较粗泛说，这个你是专家了，在你面前讲有点班门弄斧了。我们常讲说呢，集会游行是人们表意自由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广义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只不过我这言论是用集会游行来表达。那大陆人常讲说，集会游行那不就乱套了吗？不是，因为他一想到集会游行了，他想的是大陆的政治运动。不是，那么刚刚好是非法治的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集会游行是有法律规范的，也就是你要申请，我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我的这个诉求是什么，我谁组织的，谁招呼的，我预计多少人参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什么路线、什么标语、什么口号等等，都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简单说句，你不可以破坏公物，不可以袭击不可以袭击路人，路人不可以攻击你，警察要派人保护你，要监督你这个集会游行。换句话说，你这个是经过法律程序所允许的表意的自由。所以香港每年的6·4集会也好，7·1游行也好，都是这样来的。这在一个普通法社会里面司空见惯。可对中共来说，集会游行是让他害怕。为什么？因为当年在国民政府统治时代，他就用非法手段搞集会游行，把国民政府搞垮。简单说，他虽然会玩群众运动，但是当他在统治，他变成统治者的时候，他害怕群众，他害怕群众运动。翻成白话就是他害怕人民。为什么害怕人民呢？因为他觉得人民集结起来会推翻政府。当年我就这样推翻国民政府的，说我怕人家推翻我。所以我常讲，我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有一种病态式的执着，我的话不是乱讲的。那么中共呢，在大陆统治的时候，人民集会游行了，在1989 6·4事件以前，他直接出解放军，对不对？直接出军队镇压。那后来当6·4事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情况不行了，因为这在国际上批评非常严重。所以要出动什么呢？后来就慢慢就这个不是裁军吗？就把军队裁撤变武警。当然他把它叫武警，大家以为是武装警察，不是的。武警呢是乙级军，是乙级军队，像我们的轻装师。严格说呢，它也是军队。各位注意看，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武警也是军队，武警不是警察。
所以当他出动武警去镇压老百姓的时候，他实质上是出动轻装师去镇压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害怕群众，他害怕茉莉花运动，害怕茉莉花革命，或害怕颜色革命。所以在2年前，当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一开始，当时我说我有不祥的感觉，因为香港群众这样被激怒起来之后呢，第一会变群众运动，第二，即便他去申请，但中共看这种群众运动眼光是不一样的。我说你要理解中共的眼光，中共会害怕。好，那果然不错。等到2件事情爆发，那没办法了。第一，攻进立法会。然后说污损了这个丢了这个中共的国旗丢到地上，然后污损了国徽。中共看见这几幕，他认为这个就是暴动，这就是颜色革命，所以要推翻我们共产党。其实不是的，人家从头到尾是说我希望有双普选，你把我双普选拿走了，我起来抗议而已。你把双普选还给我了，那我就停下来了。但中共一定是上纲上线说你这是要推翻国家、推翻党。所以双方，那时候我才预测，我说，中共不太了解香港人，而香港人也不太了解中共，所以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火车对撞，现在就这么个局面。是这个，其实我想民主是逐步走啦。现在有很多人会说，台湾如何？我常讲说，民主不是不会犯罪，民主不是完美，民主本来就是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调整、在妥协啊，在沟通啊，彼此在相互的找到一个更好的立足点。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游行这件事，台湾早期叫做报备。台湾早期是许可制，也就是说你要游行，你要经过许可，政府许可。其实这几年来，大家已经修法是报备了。为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你许可？那就是我可以的。你可以想象，现在是连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都不行，连给你许可都不行。这个你让我审核的机会可能都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紧缩的部分哦。当然，除了刚刚老师谈到集会游行从这一个指标来看到的严重性以外，其实包含新闻、教育、文化，从刚刚听起来也感觉也是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限缩，是吗？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苹果集团嘛，苹果集团这几个礼拜来遭遇，大家都看在眼里面了。所以苹果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当然你说起家可能不太光彩，但到后来呢，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呢是站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捍卫香港的自由、捍卫法治、捍卫这个民主的一点点的民主呢，苹果在这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所以苹果被打压，第一当然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第二就是苹果被打压，就说明了香港新闻自由的严重的限缩。而苹果被打压之后呢，立场新闻自己也限缩了。换句话说，它有寒蝉效应，这是在新闻的部分。我们预计新闻将来打压跟收缩会越来越严重，这第一块。第二块教育的部分最明显就是中共认为说香港之所以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爱国教育，所以我在强化爱国教育的时候，相信结果比较好。而爱国教育呢，不只是教学生啊，爱国教育同时对老师要洗脑的，因为老师，就我们那不是讲说中共在统治，在这个掌握新的这个一块地方的时候，他对老百姓他洗脑了。洗脑呢，一个就是我正经的在教育系统洗，第二在这个社会上洗，第三呢我发动政治运动洗。香港现在还没走到发动政治运动，但是我们猜将来迟早会来。他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爱国教育，所以爱国教育第一我再说一次，第一是对学生，第二对老师都有要求。第三点更可怕就是他把告密这个制度呢引进这里面来，大陆是会告密的。在民主国家、法治国家里面，你可以去告，可以去检举。换句话说，你有固定的法律程序，但是在大陆社会里面或大陆那种政治体制里面，它是没有这种法律程序的。它有什么呢？它有政治程序，在政治上你可以去告密，我鼓励你告密。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老师，香港的教授在这个课堂上讲课。过去他可以畅所欲言，现在不是。他这样的话，他考虑我会不会被学生告密。现在已经有多个老师被告密了，有很多我在这个香港的大学教书们已经跟我讲，他被告密了。告密的对中共来说，我加强统治，但是对社会来说什么坏处？第一，言论自由在课堂里面受到限制，思想自由在课堂里面受到限制。第三，学术研究的自由在教室跟在实验室都受到限制了。
如果说这3个受到限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会慢慢不进步。温家宝不是最近才讲说中国大陆为什么科技各方面被人家卡脖子吗？很简单，你没有思想自由，这就是阻碍你中国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的限制，这制度不良，恰恰好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自夸的制度优势，这是共产党不愿承认的制度劣势。也就是一旦这种一党专政制度推出来推广之后，进到了新闻，进到了教育，进到文化，乃至进到电影之后，它就产生这种结果。所以大陆最近这次书展呢变得很难看。过去大陆这香港书展很好看，因为什么？有各种各样早年台湾看不到的书，跟大陆看不到的书，所以香港我们常说是是陆台两地的这个一个自由港，在那里呢才真是一个禁书的天堂。那里有很多大陆政情的这书，大陆看不到的，有台湾过去政情书看不到的，还有什么呢？政治秘辛跟政治八卦。秘辛可能是好事，八卦可能是坏事，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它有一个市场这个淘汰的过程。但现在呢，这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香港上次书展呢，连办书展的说，我看来看去呢，不是习近平的书，就毛泽东书，要不然就官方的文献，显然没什么好看的。简单说就是洗脑用，所以教育出版呢会受到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香港过去文化是很蓬勃、很发达的，最具体表现是什么呢？香港电影。所以很长时间呢，这个世界我听过像好莱坞的一些导演讲说，其实我们蛮看好香港的电影业，因为香港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然后创作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它可以拍出很多人家想象不到的题材什么等等。但经过这几轮之后，你晓得没有了。所以你这一段时间，我们这几年来啊，我们看到香港拍关于什么香港警队的电影呢？很多其实是帮警队做宣传，其实是洗脑用的。你把背后播出来，你可以看中共的手已经插进来了。所以当这次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香港市民对香港警队的几十年信任呢，毁于一夕之间。那将来在电影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啊，这个老师一讲，我感受很深。我这年代好喜欢看香港电影，然后那个警察各种系列警察的电影。超经典，你就觉得第一个是觉得香港是古惑仔很多嘛，再来是香港警察怎么都这么厉害哦，就是那个警匪电影经典，就是等号的话，我觉得就是香港，但现在不复见了。我觉得在那个反送中之前几波，你看到这些警察往死里的去打这些示威者。我相信他们现在在整个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里面，那个社会地位一定非常的低。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哦。所以，一听起来这个很沉重，所有的自由几乎全被剥夺了呢，那怎么办？老师，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让人沉痛的事情。对。那在整体自由来说，大概有2点了。第一个观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也就是这1年下来，就是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呢，所谓的政治犯。根据官方给的数字呢，有117人被捕，但我们现在看到可怕什么？未审先关，变成一个惯例了。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人犯了法，你作为现行犯，你要关可以，没有问题。一般来说，轻罪关多长时间？24小时。而且24小时内，他提出要求啊，你可以让律师或家人去探访的，因为确定说公权力没有伤害到他的这个人身的安全。他因为犯了法，暂时被关、被拘留，那是可以。那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检警单位可以向法官跟法院去申请延长羁押，它一定实现的。所以不管关多少天，他都得到法庭的命令，这就是3权分立嘛，行政权跟司法权的分立啊，互相制衡。好，那你说万一将来判查他无罪呢？那很简单，2种办法。如果无罪的话呢，要还他公道。怎么还公道？最简单就是国赔。1天赔你多少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所以他关了多少天的冤狱，他就要赔多少钱，很明确的。然后该有的话，国家要道歉的，这东西很明确。好，这第一个。但香港到现在呢，100多人被关，所以已经变成未审先关的一个惯例。这100多人里面，大概是男比女呢，大概差不多1比4了，男是4.5了，男的大概差不多4.5一个，然后女的这1个这样子，所以关了100多人。年龄呢，从15岁到79岁，这难以想象的啊。64人被检控，
很多人因为是摇了一面旗子或有一张贴纸呢就被关就被羁押到现在，这在香港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告密，告密不止在学校里面，告密在社会上也出现。所以很多人说，因为一张贴纸，为什么贴纸被关呢？被邻居告了密了，而这邻居很可能是左派，所以就导致这个结果。然后这法律当然也打到了我们讲的这些政治人物，变成一个打击反对派的这政治工具。我们刚刚讲了40几位民主派人士被关到现在，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区议员也被关了。然后港大的法律学院的这个教授啦，然后那个什么众志成城的黄之锋啦，立场新闻的记者什么等等，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一传媒跟着苹果集团的这些人。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第一呢，这个已经莫名其妙产生一些所谓的政治犯。第二部分的讲话，就除了这些人之外，就人民的一般感受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香港言论自由受到大幅的限制，思想自由受到大幅的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基本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不再有太多机会批评政府跟监督政府，这个原来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自由。当你言论、行动、集会、决策、批评、监督政府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我的行动跟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紧缩。虽然中国告诉你还是可以活动，可以去买菜了、炒股票干，但感觉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说，我可能动辄得咎，我讲话不能这样讲，我想的不能这样想，我很多时候我自我设限，所以那自由的感觉慢慢没有了。再来就是呢，大家会担心说，下一步你会不会管到我的钱？会不会说我的钱存在银行的最后我拿不出来，或者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当所有这些加重起来，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呢？我的恐惧感增加。原来在香港生活呢，你去过香港，我也去过香港，我们感觉是很愉快。它是一个吃了又买，买了又吃，吃了又买，买了又吃的一个社会。当然不只是这样的，可你总感觉说一个很休闲、很度假的地方，现在不是了。现在你进去觉得说什么？你进到一个监狱里面，你就感觉这样，所以慢慢大家觉得我不想去了，就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很为香港的朋友们抱不平，那也希望说香港朋友们呢，能够珍惜现在时间啊，看看怎么在这个暴政上面存活下去。我相信这时间不会太久，但是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各位的状态，希望各位不要灰心，坚持下去。是，谢谢明老师哦。刚刚真的是我相信是宇宙心肠在谈这个事情啊，大家这时候只能比气场了，就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哦。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有一天香港的朋友要来看《震惊最前线》要翻墙了，那时候老师还要教他说你要用哪一个软体才能过来。我希望不要那一天，那我们大家继续加油。那谢谢明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还是希望在疫情过程当中大家都保重身体。那我想留得青山在哦，当然我们最喜欢讲这句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等到这个我们所追求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国家的那一天到来。那我们就一直坚持。那再次的谢谢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